80岁的王老太每天凌晨起来跳广场舞，音乐震天响，吵得整个小区睡不着。谁敢说她就捂着胸口躺下要人赔钱。帽子叔叔也拿她没办法。直到小区房租暴跌一半，我兴高采烈租了进来。第一天，重度失眠10年的我刚在凌晨1点睡着，就被广场舞音乐吵醒。邻居劝我忍忍，别惹她。我眼圈乌黑，冷冷一笑：凌晨跳舞算什么？半夜12点敲门怕不怕？我能陪她玩1年。我推开窗，夜色里小区广场上，一个穿着花衣服的老太太正领着一群人跳广场舞，音乐声一波波往楼上荡。大半夜开露天迪厅啊，赶紧关了，这动静阎王爷听了都嫌吵。底下跳舞的老太太动作一顿，仰起头，伸出手指往上数，好像在数楼层。没几分钟，我家大门就被砸得哐哐震。透过猫眼一看，是那老太领着一群人来了我家。6楼的，别躲，我数清楚了，就是你，开门。稀奇，扰民的到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我披着睡衣拉开门，一股膏药混着廉价香水的味道从她身上涌过来。刚才是不是你在窗口骂人？您哪位？楼下跳舞的，我数过楼层了，你别想不承认。我是说了几句，可您怎么确定我骂的就是您呢？这楼下除了我还有谁？见过捡钱捡物的，头一回见到主动认骂的。您这习惯挺特别。我音乐放那么响，你能听不见？我近视深，6楼望下去哪看得清是谁在跳？那你嚷嚷什么？半夜阎王爷听了都嫌吵。哦，原来您也知道这音乐吵人睡觉啊。老太太一听，手里的扇子猛地扬起来，就要往我这儿挥。我把脸往前一送，来，往这儿打，瞄准点儿。她眯起那双发浑的眼睛，手僵在半空，像是觉出什么不对。一抬眼，正好撞见门口摄像头冷冰冰的镜头对着她沟壑纵横的脸。老太太手一捶，往地上啐了一口：少跟我来这套，我可不会上你的当，还想讹我？我混这个的时候，你怕是还没断奶呢。此时，老太身后一个穿着鲜艳红花裙、烫着羊毛卷的老姐妹探出头来，扯着嗓子帮腔：哎呦喂，现在年轻人真了不得，装监控吓唬谁呢？咱跳的不是舞，那是夕阳红。小区里谁不夸我们有活力？你瞅瞅你自己，年纪轻轻，那黑眼圈眼袋都快掉地上了，一点精气神都没有。6楼的小同志，你不懂艺术，我们不怪你。但你说阎王爷都嫌吵，这话可不兴乱讲啊。去年咱队伍里老刘头走了，头七那天我们还给他放了首《最炫民族风》送行呢，他在下面听得可带劲了，托梦都说节奏卡得准。哦，那下面要是办广场舞大赛，您几位肯定夺冠。闻言，两位老太太顿时被噎住了，张着嘴半天没憋出话。而那领头老太一看耍横没用，捂着心口就往地上躺。我心脏病犯了，你别想跑。老太太，这摄像头带录音的。行，你小子可以，我记住你了。老太太撂下话，拉着她的老姐妹们噔噔噔就往楼下走，嘴里还念念叨叨你等着瞧之类的。她走后，我点了份夜宵外卖，正吃着，敲门声又响了。这回是对门的大爷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招惹那个王老太太了？王老太太？哦，您是说半夜带着音响跳舞那位啊？她太吵，我说了她2句。哎呦，你可千万别惹她，咱们这儿吃过她亏的人多了去了。她是租户，以前在屋里跳，后来干脆带人到小广场跳到后半夜。投诉多少次都没用，他反倒越跳越起劲。就因为这一位，附近房价都跟着跌。听我一句劝，你还年轻，日子长着呢，实在不行，考虑换个住处吧。大爷您放心，凌晨跳舞不算事儿，我奉陪到底。就是不知道他怕不怕我半夜12点敲门。果然，凌晨4点整，小苹果的节奏准时炸响。我精神一振，换上运动服就下了楼，悄默声站到了他身后。老太太正扭得起劲，嘴里还带着节奏。嘿，哈！她吓得一哆嗦。回头见是我，哼了一声，又转回去继续跳。嘿，哈，嘿，哈！老太太终于绷不住了，抡起扇子就要朝我招呼。我心里一乐，立马把脸凑上前。她手僵在半空，气得直咳嗽，指着我骂：老娘跳舞碍着你什么事了？老子跳舞碍着你什么事了？那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那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老太太脸涨得通红，扭过头去跳得更用力了。可她哪甩得开我？我俩始终保持不到1米的距离。她喊什么我就跟什么。今晚的小区格外热闹，本来是她一个人的独舞，硬是变成了2个人的斗舞。结果不到半首歌，她就憋着气往夜宵摊去了。我不紧不慢跟在她身后。老太太，今天怎么只跳半首？是不是岁数大了，体力跟不上了？正在喝豆浆的老太噗一声全喷在桌上，手指着我直发抖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她一把扔下吃剩的油条，扭头就往回走。我一直跟到他家楼下，记清楚楼层才离开。上楼时又碰见等在楼道里的大爷，他一把拉住我，满脸担忧：你今天真跟他杠上了？我就说晚上怎么音乐才响，一会儿就没了。你千万要当心，他家里的人可不好惹。您别担心，凶的怕倔的，倔的怕不要命的。第2天晚上，老太居然提前到了11点半就下楼，看见我又跟上来，她回头冷冷笑了一声：小伙子，我们老年人跟你们年轻人比不了，睡不着啊，只能出来活动活动。没事儿，晚睡晚起，咱们节奏一致。老太太哼哼2声，开始扭起来。
我照样跟在他侧后方。老太太，今天动作怎么有点发软？是不是腰腿不听使唤，跳不动了？他身子明显顿了一下，却还是嘿哈的使劲跳着，还把音量拧得更响了。我继续跟在一旁，不急不慢地念叨着：老太太，您刚才这步子有点飘，按中医说法，您这可能是气血不足，得多补点红枣、枸杞、阿胶。嘿，哎，这声喊的还行，但听着中气不太足，是不是有点肾虚耳鸣？您接着跳啊，您不跳我怎么帮您瞧？老太这次一首歌也没跳完，又去夜宵摊了。结果夜宵摊还没出摊，老太就在冷风里干等。老太太，吃这个不健康，那边烧烤摊还开着，我给您烤俩羊腰子补补。你别走，我心脏不舒服。老太捂着心口就躺下了，我马上打了120，然后扶住老太，给她做急救。我抡起拳头轻轻捶打老太后背，老太没法反抗，被我捶得直咳嗽，都快翻白眼了。直到救护车来了才解脱。刚上救护车，老太就报了警。急诊室里，老太对帽子叔叔说：“这小子害我心脏病发作，得让他赔钱。”结果帽子叔叔一调监控，我离老太1米多远，根本没碰着他。甚至老太倒下后，我还积极施救。见帽子叔叔说我是见义勇为，老太在病床上开始闹腾：“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明天我就去局子里闹。”老太太，您要是这么闹，可是要被拘留几天的。不过这几天伙食不怎么样，只有素菜馒头。一听拘留所伙食差了，老太顿时不闹了。见老太不高兴，我就高兴的回去补觉了。第3天晚上，她11点就出门了，我兴奋的跟下去。老太打着哈欠，看见我黑着脸问：“你不用睡觉的吗？”您怎么知道？老太气得直咳嗽，她今天不跳舞了，在小广场上拿拐棍咣咣砸健身器材，声音刺耳，在整个小区回荡。我直接从背后拿出一根铁鞭，5、6米长。老太太，您留点神，鞭子抽着您，我可不负责。你敢打到我，可得赔钱。我抡起来就啪啪的甩鞭子，好几次擦着老太的脸颊过去。老太没办法，骂骂咧咧换了个地方敲，我也跟着她换，就离她几米远，刚好打不着，但还挺吓人的距离。坚持了没几分钟，老太太服了，恶狠狠瞪我一眼就走了。我嘿嘿一笑，回去补觉。想不到第2天晚上，老太又在下面开跳。我打开门正打算去理论，谁曾想一股异味扑面而来，只见门口2袋垃圾散落一地。得嘞，就等您这一步了。随后我兴奋地提着垃圾就盖在王老太头上了，恶臭的汁水混合着烂苹果鸡骨头顺着她脑袋往下淌。王老太愣了半秒，尖声叫起来：“疯了你！谁往你门口扔了你就找谁去，拖我做什么？”我提您名了吗？那你这算什么？那您大半夜叮咣响算什么？我要报警，非得把你抓起来不可。不一会儿，2民警绷着脸看向一身狼狈的王老太，跟在民警身边。我诚恳地低头认错：“真对不起王老太，本来想着3鲜配好酒，垃圾配高手，哪知道您不欣赏这套。那我祝您健康长寿，一定得多保重啊！”民警简单教育了2句便离开。王老太气得在原地直跺脚，闹了半天也没人搭理，最后只好灰溜溜回了家。当天我就被拉进一个群，里面全是小区里受过扰的邻居，竟然有好几百人。我一进去，群里就热闹起来。小伙儿，你这可给大伙儿解了恨了。有女朋友吗？阿姨给你说个么啊？这老太太找我女儿麻烦好几回了，说也没用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我全程录了，每天剪一段发上网，让大家都瞧瞧什么叫为民除害。不过你当心点，他儿子在外头做生意，比他妈更蛮横。大家放心，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没房没工作没对象，随便来。既然都闹上门了，不如我也别闲着。凌晨1点，我敲响了王老太的门，里头没动静，我又加力砸了几下，反正上下左右的邻居都搬走了，也不怕吵到别人。砸了10几分钟，里面终于忍不住了：“滚远点！你这人有病啊！再不走，我可报警了。”别啊，王老太，我是来提醒您时候不早了，该起来活动活动了。放开一点，你神经病吧？哟，您看人真准，以前是不是在街边摆摊算过命？你再敲，等我儿子来了，非收拾你不可。火气别这么大嘛！再说，现在不抓紧努力，将来哪能跳得动更带劲的广场舞？等王老太气得快要冲出来时，我转身就溜了。接着凌晨2点又回去敲一遍门，给他上夜间活动课。3点再来一次。群里得知今天半夜没响起广场舞音乐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今晚居然没跳舞，该不会是出事了吧？都别报警啊，让音乐静静。我特意醒着等，结果他没跳。我就这样坚持了1周，靠一个人让小区恢复了宁静。这天傍晚我出门买饭，被王老太堵在楼道口，她身后站着个花臂光头的大块头。王老太跳着脚指着我：“就是这小子，儿子，给我教训他。”我理了理胸前的运动记录仪，面带微笑地看向他们。花臂男看见摄像头，已经抡起的巴掌又硬生生收了回去。就是你惹我妈？什么？你叫我妈？我可才30几，没你这么大的儿子。少跟我耍嘴！你30多岁，总有孩子吧？上幼儿园还是小学？你信不信我？我没孩子。没孩子，那总有对象吧？信不信我？也没对象。说笑呢，在大厂熬的头发都掉了大半，哪来的时间找对象？花臂男一愣，回头看向王老太。王老太犹豫着点了点头。
这小子自己租在这儿住，没见过有对象和孩子。王老太观察的真仔细。行，你光棍一条是吧？那你总有工作吧？信不信我？王老太，您看见我上过班吗？儿子，他确实没怎么出过门上班。30多岁没对象没孩子，租房还没工作，你混得比我还不如。小次，我妈就爱跳个广场舞，你再敢捣乱，我饶不了你。好，都录下来了。我指了指胸前的记录仪，两人没占到便宜，骂了几句就走了。我把视频发给群里那位有账号的邻居，智斗王老太的系列都快成连续剧了。第二天，花臂男就一脸困倦的跟着他妈出来跳广场舞了。我也带上记录仪跟出去，打算拍个第一视角。这类视频点赞可高了。嘿，哈，嘿，哈！花臂男本来就没睡醒，实在忍不了，一脚踹在我身上，我早有防备，顺势躺倒在地。周围几栋楼的灯光瞬间全亮了起来，许多人从窗口探出头大喊：“打人了，快报警，出事了！”我们都看见了，可以作证。很快警察就赶到了，上百位邻居把我们团团围住，七嘴八舌地说出所见所闻。民警则看向我：“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需要叫救护车吗？”头晕，想吐。马上叫救护车，可能是脑震荡。我根本没踢到你头。花臂男冲上来又想动手，被两位民警迅速制服。众人纷纷作证，都说他把我打得不轻。王老太捂着胸口倒在地上，却没人上前理会。一通折腾之后，花臂男赔了我5000，我把钱全换成开心果放在门卫室，在群里通知邻居们自取。据说王老太当晚就气得胸闷发作，被救护车拉走住了半个月医院。她住院那晚，小区居民自发买了烟花鞭炮，好好庆祝了一番。就这样清静了半个月。这时我50多万的离职补偿到账了，当即联系了存款银行。由于我在该行的总资产已达到最高级别 VIP， 这个小网点的行长表示要亲自接送我去办理业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穿上西装坐进车里，刚出发就瞥见王老太骑着电动3轮竟一路跟了上来。快看后面，那老太太3轮车骑得跟漂移似的。不用管，存款才是要紧事。半小时后，银行业务就办妥了，行长送我出门，笑着道别。就在这时，银行门外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喊：“国企领导欺负老百姓啊，打骂老人，半夜敲门骚扰，调戏孙女，至今逍遥法外，天理何在啊！”王老太不知何时已经在电动3轮上拉起了横幅，自己跪在银行门口哭诉。一见我出来，她立刻扯住我的袖子，把病历高高举过头顶。大家评评理，这个人在银行当领导，打我骂我，不让我睡觉，还骚扰我小孙女，把我气到住院。这是我的住院单。这种人的银行，你们还敢存钱吗？老百姓还有说理的地方吗？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银行行长急了，上前去拉老太。老太，您认错人了吧？这位是我们的客户，不在这里工作。你们官官相护，说不是你们的人就不用负责了。你都专车接他，穿的也像领导，骗谁呢？周围人群窃窃私语，不少人举起手机拍摄。这老太太挺可怜，要是真的就太黑难了。银行领导就能无法无天吗？本是服务单位，这么欺负人，这是捅到网上，他们非得关门。行长经验丰富，扭头低声让员工报警，同时想把老太请进办公室。老太一把挣脱，别想糊弄过去，今天必须当众给我个说法。老太满脸愤怒，眼神却透着得意。我看差不多了，便走上前。她以为我要劝她，瞪眼刚要骂，我却转向围观人群。大家可以录像，但请别随意发到网上，传谣要负法律责任。一会儿警察来了，还请大家帮忙作证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给你2条路，要么当众赔礼赔钱，要么我一路告上去，让你丢工作再赔钱。当然还有一条，你搬出小区，从此别再来惹我，以前的事就算了。奇怪，为什么从他的眼神里感觉更最想让我选最后一条呢？然而不等我细想，民警已经赶到，一看还是熟人。老太，今天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次看你们还怎么包庇，他就在这里上班，领导都开车接他，今天不解决，晚上我就睡这儿。民警对视一眼，调了我的身份证，查询了片刻，都一脸疑惑。老太，系统显示这位先生目前无业，没有工作单位。胡说，我亲眼看见他从银行车下来走进去的，你们就是包庇。我要上访，找媒体，把你们都曝光。正闹着，一位大妈拨开人群挤进来。让一让，我要办业务。不准进，今天不处理这个领导，谁也别想进。你谁呀？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一边去！大妈二话不说上手就推，老太脸上挨了几下，挣扎着想骂人，一抬头看见对方脸色凶悍，顿时蔫了。我在这办了10年业务，从没见过这人在这儿上班。是呀，银行的人我都面熟，根本没见过他，衣服也不一样，快让开，别耽误大家办事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看见了，行长你肯定认识他，就算不是你的员工，也得给我交代，不然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这银行开不下去。老太，您这就……老太，您这次涉嫌扰乱公共秩序、传播谣言、寻衅滋事，先跟我们回去一趟吧。
民警一左一右扶住老太胳膊，将他带往派出所。我也跟着去做笔录，并指出老太造谣对我的名誉造成损害，要求赔偿。老太撒泼抵赖，我笑了笑。那您就在里面待一阵吧，小区正好能清静些，房价说不定还能涨回来，邻居们大概又得放鞭炮庆祝了。老太一听急了，马上给儿子打电话，估计在电话里被骂了一顿，但最后还是要来2万多块钱赔给我。走出警局，老太又给儿子打电话，我听力不错，跟在后面边走边听。儿子，你这办法到底行不行啊？你妈我老骨头都快散架了，小区房价也没降多少，刚搬来这小子太硬了，不把他弄走，咱们想在这儿抄底买房根本没戏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贷款我都谈好了，只要这小区房价跌到一半，咱们入手10套，然后你再搬出去，等1年后房价回暖，转手就是几百万，到时候换个小区照样这么干，下半辈子还愁什么？行，我豁出这把老骨头，就不信治不了小区里这帮犟脾气。刚回小区，老太就拿着大喇叭，在整个小区里边走边喊：天阳小区的都听着，7号楼2单元601那小子折腾我，你们看热闹看得挺欢是吧？好，他惹的是你们就一起担着。从今晚开始，我每晚随机选一家，隔1小时敲一次门，非把你们吵醒不可。别怪我，要怪就怪7号楼那小子，反正我白天不用上班忙补觉，晚上就跟你们慢慢玩。这一下群里又炸了锅，这可怎么办？直接冲着咱们来了。晚上睡不了，白天还这么上班啊？关键是这随机抽奖太折磨人了，谁知道他晚上会敲谁家门？小张，要不你去跟老太服个软吧，他顶多半夜跳舞，至少后半夜还能睡一会儿。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，群里忽然安静下来，恐怕不少人心里都动了这个念头。我在群里发了一句：道歉，这辈子就没道过歉，谁想过河拆桥，随时来，我等着。小张，你别误会，大家也是被这老太太折腾怕了，咱们得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。群里纷纷跟着表态，估计他们这时才突然意识到，我可能是比那老太太更难缠的角色。之前他们能过安生日子，不过是因为我和他们站在一边罢了。见大家意见基本统一，我才再次发言。你们也别慌，今晚他敲谁的门，在群里说一声，我去会他。这话一出，群里瞬间刷起一排点赞。大娘说到做到，当晚就行动起来。凌晨12点整，9号楼一位邻居在群里发出求助消息：救命！有人敲我家门，好像是那老太太，还穿着一身暗红色的旧式衣裳，太吓人了。我一看头像，巧了，正是之前劝我道歉那位。我来了兴致，但也没急着动，先静静看群里动静。9号楼那位不停在群里呼救：大神，我错了，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吧。你开门跟他对骂不就行了，或者报警啊。报警对他也没用啊，再说我怕他反咬我讹人。我也怕。大哥，他又敲了，我家孩子吓哭好几回了，救命！大哥，我真错了，我这张嘴欠抽，你听着。说完发了一段自扇耳光的视频，下手确实不轻，看他道歉还算诚恳。我动身去了9号楼，楼道里老太一身暗红色旧衣，正坐在小马扎上，捧着保温杯慢悠悠喝茶。哟，老太，您这身打扮挺别致啊。要你管？不管。我淡淡应道，顺手拧开了手里的鲱鱼罐头。老太一闻那味道，当场干呕起来。哦，你拿的什么？哦，老太，香着呢，来一口啊。老太把脸埋进外套里硬撑，结果没几分钟就憋得头晕眼花，实在受不了，抄起马扎和保温杯，踉踉跄跄逃走了。我跟了他一路，他也干呕了一路。老太逃回家，我就坐在他门口，每隔1小时敲一次门。老太，反正也睡不着，出来吃点鱼，信我，闻着臭，吃着可香了，口感一流的。哦，听屋里动静，他真吐了。第2天，老太换了另一家敲门，可惜群里全是我眼线，我又拎着鲱鱼罐头跟他玩了一场猫捉老鼠。第3天，老太彻底受不了，躲在家里不出门，那可不行。我照旧在他门口敲了一夜，请他吃鱼，可惜老太不领情，死活不开门。好，你晚上不睡是吧？老娘我也不睡了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然后他半夜就打算出门跳广场舞，这次他戴了 N95 口罩，加上户外空气流通，竟然没被罐头味逼退，只是口罩太厚，没跳几分钟他就缺氧晕倒了。我蹲在旁边看着，过了10几分钟他才醒过来。你不就白天补觉吗？别得意，老娘我也白天睡，晚上咱俩看谁耗得过谁。是我这把老骨头硬，还是你身子硬？可老太万万没想到，我白天也睡不着。等他白天想补觉时，我每隔半小时敲一次门，喊他起来活动活动。最后他实在拼不过我，连我也觉得没意思了。于是我决定彻底解决这件事，在群里把老太和他儿子计划抄底买房的事简单说了一遍，结果像扔了颗炸弹。怪不得这老太太没完没了的折腾，原来盯上咱们房子了。损人利己，不怕遭报应啊！这算诈骗吗？能不能报警处理？大家先别急，听我一句，如果顺利，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前提是群里绝不能走漏风声。大家纷纷表示绝对团结，毕竟每家都受过害。于是我把计划发在群里，很快大家行动起来。
接下来1周，只要老太打扰我睡觉，我继续跟她硬扛。同时，二手房网站上逐渐挂出这个小区的几套低价房源，在老太也在的小区大群里，另一批人开始怒骂低价卖房的人。你们疯了吗？我倾家荡产买的房，你们卖这么低，我这5年白干了。识相赶紧下架，不然有你好看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在这破小区连觉都睡不好，安眠药吃了1箱，再不卖房等死吗？两批人在群里吵得不可开交。接着，我在大群发了一条消息，相信老太肯定看见了。因长期失眠，身体撑不住，无法继续在本小区主持公道，下个月租约到期就搬走，各位好自为之。群里一片哀叹，我果断退出了大群。随后，二手房网站上又新增了10几套低价房，之前挂的几套也继续降价，很快接近原价的一半。咨询电话络绎不绝，但一听说小区有个难缠的老太太，大部分人都打了退堂鼓。当然，咨询的人里也包括老太的儿子，估计怕被认出，还用了假名。但那个中介就是我楼上阿姨的儿子。价格可以优惠，但必须全款，还要看到买家资产截图我才敢签合同。没别的，就怕那钉子户闹事，想尽快成交。没问题，前3天内能凑齐。中介怕闹事也正常，毕竟我妈在小区里闹得确实不像话。等花臂男凑齐了所有能贷的款，借遍网贷和朋友，把银行卡余额截图发给中介后，所有挂出房源的业主开始统一涨价。老太的儿子急了，之前不是说好优惠价吗？怎么现在房价涨这么多？我也没办法，房东要涨，我能怎么办？就这样硬拖了1个月，老太的儿子现在连还款都成问题，更补不上这1个月滚起来的巨额利息。眼看房东们还没有卖房的意思，他只好拿出母亲的养老钱，听了小区群里几个伪装成投资高手的建议，全部投进股市想翻本。不出所料，全套牢了。所有债主上门追讨，他和老太打伤了人，直接被刑拘，又因为骗贷、借贷诈骗被判了10几年。老太听到判决，当场晕倒，这次没救利索，瘫在床上，再也跳不了广场舞了。房东叫来警察，将无依无靠的老太送进养老院，靠政府微薄的补贴勉强为生。整个小区展现出空前的团结。房东一高兴，要免我1年房租。不用免房租，我不缺钱。在这个小区里，到处都是温暖的善意，我竟然能睡个好觉了，还得感谢老太以毒攻毒，治好了我的重度失眠。